今天呢是一期非常激动人心的巴黎购物分享。我们觉得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旅行，因为我们买到的东西都是我们很喜欢的。那我们现在就看看我们最近都买了什么吧。首先呢是这个爱马仕的 Kelly 腰带，这个其实是我在米兰买的，但是我这次巴黎的时候就又把它带过来，一起给大家分享一下。这个腰带就是黑银配色的，我觉得它非常的百搭，比如说配一些西服裤子或者牛仔裤是非常合适的，就是算是一个点缀。金属五金有这种经典的 Kelly 扣设计，就是非常的 timeless 吧，就我觉得它是不会过时的一个腰带设计。这种宽度的腰带我觉得是非常理想的，就比如说你系在大衣外面也是可以的，然后配裤子也特别的好搭。这次呢我也有用这个来搭配一条我的黑色牛仔裙，我觉得效果还不错。我觉得这条皮带最好的地方是它没有那种扣子，它是用这个后面用拉的，所以它的大小是可以调节的。哦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方便的。比如说这样，然后它就一下就变小了。好了，这是一个很方便的腰带，分享给大家。接下来呢是这双爱马仕的 Jumping Boot。这双鞋呢，就是我圣诞节前一天平安夜的时候，也是在米兰买的。然后我这次就带来巴黎，我觉得它搭衣服超级的好搭，而且真的巨好看。这双鞋是我就认真喜欢了很久的，但是因为它之前的那个皮质，我穿上就是真的像腿打了石膏，就完全走不了路。但我觉得鞋对我来说就一定是用来穿的，所以我就是等到它出了这双麂皮，我就觉得好心动。然后它又是这种我今年冬天非常喜欢的真棕色麂皮这个材质，之前跟大家分享心愿单的时候也有说过，然后我又很想要一双这种平底的 knee high boot， 所以这双鞋就非常完美的符合我的需求。这个靴筒真的超级软，然后它鞋底也是蛮好走的，反正我第一次穿没有磨脚什么的问题，因为它脚腕的地方是软的嘛，你脚完全是可以活动的，所以我就是非常的爱这双麂皮的骑士靴。平时可能就是得用它附的那个鞋撑把鞋给撑起来，因为软嘛，它就会这样倒下来。它这个因为是爱马仕经典的 Jumping Boot 设计，所以它有个这个 Kelly 扣装饰。但如果你觉得它太麻烦，或者是你不想要这个品牌标识的话，也可以直接把它拆掉。拆掉以后就是变成一双很简单，就更加简洁的一双棕色麂皮靴，非常的完美。这个皮真的非常好，因为有一些球鞋它也是会有麂皮，但是跟这个完全不一样。它有一个很短的那种细绒，然后是非常软的，摸起来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爱马仕说你这不废话吗？你拿我跟你的球鞋比。但我不得不说它真的蛮贵的，算是一双非常贵价的靴子。这个是我的第一双骑士靴，然后我觉得我也不需要很多，但是我希望就是能找到一双我最满意的款。接下来呢，一个大的白色防尘袋，我好开心。当当当当，就是这个 The Road Terrace Bag， 这个包我真的种草了很久很久，但是它之前一直买不到，然后米兰的实体店里也都没有看到过，就佛系就是也没有说非买不可。但结果这次在巴黎，它就水灵灵的摆在店里，上身试就是觉得确实很好看，然后也很符合我现在的穿衣风格。我现在会更喜欢这种稍微大一点 slouchy 一点的包，它又是容量非常的大。我很惊艳的点是它自重很轻，拎起来就是它完全就没什么重量，这应该蛮安全的。我觉得在欧洲你背这个包，就是那些小偷他也不认识，拿到了一个皮质非常好，就是你自己背着很开心的包，我觉得很完美。我当时摸到这个皮我有惊艳到，因为它是牛皮，但它真的特别软，我就是觉得它有一点点像小羊皮的那种感觉。然后我就觉得它会是一个利用率非常高的那种通勤包，它不是只能穿休闲的衣服，我觉得它 dress down dress up 都是可以很百搭的。因为我那天去罗丹美术馆穿了一条有点像小礼服的裙子，我觉得搭配这个包也非常的合适，所以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穿搭场景的限制。而且里面也还有一些分的那种内胆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它里面的风格就一边是拉链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 The Road logo， 另一边呢就是一个没有拉链的那种，比如说可以放手机啊，或者放一些卡，或者放口红这种东西，然后就让你比较好找，非常完美的一个包型。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几天背下来发现，就是它没有办法单手去拉链。哦，对，如果我拿着这个包，比如说我是这样的，然后呢我想要这样把它拉开，是拉不开的，我就跟 Harry 说你帮我扯一下那一头，然后我才能拉开。这个是有点鸡肋的，因为你在路上，比如说你通勤很着急拿东西，你就没有办法拉链。对，我们这次是来巴黎新年旅行嘛，然后我们在巴黎住了1周，能从巴黎的 The Road 店买到这个包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年礼物，然后也是对我们这个旅行的一个纪念。看到这个包就会想起在巴黎的美好回忆。
我刚才越分享越激动，就坐起来了，我现在又坐回来了。下一条呢，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条 Kate 的牛仔裤。大家应该听我分享过非常多 Kate 的丹宁类的产品了，因为我是真的很喜欢 Kate 的牛仔，然后他做的衣服又特别适合我。这次呢就逛到了这一条牛仔裤，正好我在找一条这种稍微下面有点堆叠，然后很宽松的这种直筒裤，这一条就是完美的符合我的需求，跟我之前试的那条的 Road 的那个 Ellie Jetta， 就是我喜欢的那条，稍微有一点点像，就是裤腿的部分有点像，但裤型是不一样的。这一条其实我更喜欢，因为它这个地方也是松的，就大腿的部分就让整个人非常松弛，配一件毛衣或者西服都可以。比较特别的是这个口袋的设计是这种方形的，我觉得对裤子来说是一个装饰，显得比较有个性，比较酷一点。超高腰，但是它并不会不舒服，然后也不会卡裆，即使吃了饭也不会就是勒到无法呼吸那种。这一条我当时是26，我站着是刚刚好，然后这边就是非常完美的贴合。但是我说不行，我得吃饭 size up 了，然后我觉得这条穿起来就更舒服，穿着的舒适度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我平时穿 Kate 牛仔裤应该是从25到27都可以，但我会根据那个的版型，然后去调整我选的 size。平常穿的那一条你是穿多少？我平常穿的很多那个 Abigail 就是纯直筒的裤子，我穿的是26或者25。这就是我的巴黎购物分享，还有我会在米兰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就让 Henry 闪亮登场。首先呢是这一件 Our Legacy 的衬衫，它是稍微有一点厚度的那种衬衫，就是那种绒面的绒绒的那种感觉。对，对，春天秋天的时候可以当一个小薄外套穿，冬天的话也可以当一个内搭。这件配那件 Prada 的皮衣还蛮好看的，就是比较复古那种感觉。对。然后这一件我是穿 size 是50，因为我想要穿稍微 oversize 一点。下一个呢也是一件牛仔裤，这一件 Isabel Marant 的直筒牛仔裤，跟刚刚 Tora 分享的一件 Kate 蛮像，就是它也是宽的直筒，身高比较高嘛，然后所以我找很多就是符合我腰围的牛仔裤都会太短，所以我就一直找不到可以就是堆叠的那种牛仔裤。去 The Row 的时候其实有试到，但是就是还是太短。后来就是逛到那个 Isabel Marant 这件牛仔裤，这件牛仔裤就是它的水洗颜色是我很喜欢的，比较简单的这种，因为我觉得比较百搭一点。后面是这种有点做旧，然后带一个这个皮的 Isabel Marant 的牌，这种有堆叠感的直筒牛仔裤是非常百搭的，所以我觉得也很推荐大家这种牛仔裤。反正找到这件我很开心，虽然 size 大了一点，不过我还是很喜欢。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学它，我觉得裤子真的一定要买就是刚好的 size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 Henry 的人生单品，幸福来得这么突然 ，CCP 的 Tornado Boots， 因为它的这个拉链是这样子斜上来的，就有点像龙卷风那种感觉。对，这双真的是我的 wish list 上面非常非常久的一双靴子。CCP 我就快速给大家介绍一下 ，CCP 就是一个非常先锋的一个设计师，他有做皮衣靴子，比较特别的点是它非常的小众，大部分买手店它都没有进，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去试，你没有办法去看。不是那种商业品牌，它就是走一个小的工坊式的，然后它只跟他信任的店铺去合作，所以它每年的产量就是非常的少。就算你去有卖 CCP 的店里面，它也不一定有你想要的颜色、款式或者是 size。对，所以要遇到一双 CCP， 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。或者如果你要订一双鞋，就可能需要1年。这家买手店，我之前在拍那个鞋子分享的那一期影片的时候，就有跟大家分享过 CCP， 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真的试过。上一次来巴黎的时候，就是也有去这家店，然后也有去摸这些 CCP， 但是完全没有你的 size，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试。然后这一次它就有我的 size， 就是水灵灵的摆出来了。我最喜欢 CCP 的一双鞋是它带钛的，它这边会有钛金属露出来，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酷的。这双是马皮的，然后它的皮有非常多种皮，就比如说袋鼠皮啊、马臀皮啊、野牛皮，然后还有这个马的肚子的皮。因为它不同皮的话，它的这个纹路什么都会不一样。对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看一下，就是不同皮的样子是什么样子。然后这一双的颜色是19，就是有点偏灰的那种颜色，我觉得很好看。我觉得这个颜色超好看，对，因为它不是黑色，但是它又是一个深色，就是它既百搭，但是又特别。2025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，而且那家店真的非常的 nice。然后关于这家店，我们会在我们的购物指南里面分享这家店更多的细节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去看那个影片。切换一个画面，因为我们有一些东西在米兰的时候才收到，所以就现在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购物分享的下半段。大家看我们的 vlog
vlog 应该有看到我们有试到一些喜欢的衣服，然后今天就是来分享一下我们最后买了哪些。首先呢，就是我身上这件 T 恤，大家在 vlog 里应该有看到过，我是在巴黎春天买到的这一件，然后它背后是针织的 Kate logo。别看它其实就是一件普通的黑 T， 就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就是一件普通黑 T。但一个 fun fact 是，反正我不是那种很适合穿 T 恤的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呢，这一件我就是觉得非常的适合我。我觉得越这种简单的东西，其实你越难找到就是很完美符合你的身材。Anyway， 这是我买到一件非常满意的黑色的 T 恤。这一件呢是我今年冬天买到的第一件大衣，很难找到我满意的大衣。这一件真的是我超级喜欢，它是 Isabel Marant 24年秋冬的 Look One， 当时那个模特是这样敞着穿的，但是我平时穿的时候，我觉得像扣起来，然后把它这样围一下也很好看。而且最近米兰挺冷，我就把帽子戴上，然后把围巾那样一搭，穿起来非常的保暖。当然它不是说像皮衣草或者羽绒服那么暖，因为它毕竟就是一个羊绒羊毛混纺的大衣。以我的抗冻程度来说，在米兰呀、北京啊都没有问题。其实有一点点像羊绒大衣，因为它做的很软，成分是83%的羊毛和15%的 cashmere。之前在秋冬心愿单还有时尚趋势的视频里也跟大家分享过，最近这几年像这种有一个围巾的大衣非常的时髦。然后呢，这一件我觉得也算是这些大衣里就是脱颖而出，吸引我的点也是它这个围巾底下有这种流苏，质量很好，因为它是用这种皮去切割，也很有 Isabel Marant 品牌精神在里面，因为它很多季衣服都是这种流苏，有一点波西米亚的风格。它整个颜色我觉得也很适合秋冬，而且我也没有一件这样子的大衣，所以我就是非常的满意这一件。它这个帽子围巾其实可以拆卸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太复杂的话可以拆掉，但是我是不会拆开穿的。然后它的扣法就是最经典的Isabel Marant的扣法，就是这样斜着扣上来，扣在肩上，很有它品牌 DNA 的一件衣服。而且这扣子还蛮好看的。对，喜欢。去巴塞罗那穿的那件白色的Isabel Marant，我也跟大家说过，我那件衣服我已经穿了4年了，然后我觉得这件也是会陪伴我非常多年的一件大衣。下一件呢是我的，也是Isabel Marant，它是同一季的秀款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猜到，在上一个 vlog 里面其实有试穿过这一件，就是它。它是一件做旧的那种皮外套，它的皮非常软。吸引我的点是它的扣子，这个扣子做的就是那种很复古的这种金属扣。然后我觉得它这个皮衣的版型跟一般的皮衣很不一样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件非常特别。它不是一般正常的那种开法，它是那种斜的，就非常有Isabel Marant的版型。我的那2件大衣也都是这个扣法，它是这种斜着扣过来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扣子，就是你可以这样扣住，所以如果你没有扣这个扣子的时候也可以。下面有一个腰带，就是可以收紧，就收腰身那种感觉。这件大衣我觉得最帅的地方就是它里面菱格纹的红色，然后这摸起来是有点像是丝绸的那种感觉，但其实是 polyester。就是有点像那种复古的那种跑车。就是如果大家了解Isabel Marant这个牌子的话，它其实是有一点那种法式摇滚叛逆精神。这皮它的做旧不是去磨它，它是用植物染，然后去把它染成那种做旧效果，所以也不用担心说它会不会脱皮啊，就是 quality 很好的一件皮。这店员跟我说，Isabel Marant他们皮是跟香奈儿是同一个供应商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fun fact， 我之前不知道。对，它的袖子这边还有一个拉链，所以就可以把它稍微调松一点。因为我喜欢穿那种袖子不要太紧，你看。像这种扣子我一般都不扣，学我。对，是吗？对，巧了。所以这个的话，我就是一样会把它打开。我觉得好的点是它打开不会漏风，冬天穿的话它还是可以保暖的。之前分享 Prada 那件皮衣的时候也说过，我不喜欢皮衣的袖子是那种松紧带，我喜欢皮衣的袖子也是皮的，包括这底下是这种皮带。当时我在勒庞马西其实有试到 Kate 的那件皮衣，我也挺喜欢，但就是因为它的袖子和底下收口都用的是松紧带，我就觉得差点意思，没有品牌滤镜的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很严格。这一件它的量真的非常少，因为这也是秀款，所以它也是产量稍微比较小一点，可能想买的人也不多。对，所以它的量自然就也不会那么多。对，2件超级冷门的秀款分享给大家。下一个单品就是一双我的鞋子，大家看到这个盒子能猜到一些什么端倪吗？这一双 The Road 的乐福鞋，我被 Henry 种草，所以我最后还是买了这一双黑色的鳗鱼皮乐福鞋。这双鞋名字叫 Soft Loafer， 确实是挺 soft， 就是穿起来很舒服。但是我穿这双鞋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现在不是还比较新吗？我的脚背应该算是比较高的那种，虽然尺码是 OK， 但是我会有一个这儿压脚背的问题，而且我正常的尺码是36.5或者是37，我这双鞋买了37.5，就等于说比平时大了半码，快1码。然后呢，我穿它的 size 对我来说是刚好的，就完全不会掉跟，可能是因为我的脚背比较高的关系，所以说大家如果买这双鞋，真的一定要去试一下，千万不要盲买，因为我当时在店里试37，我就觉得很紧很紧，但37对我来说已经大了半码了。我就是穿正常码，就是我自己
平常他是45，他就买45。对，然后我穿就没有什么问题。然后呢，它这双鞋就是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是木底的，但它已经帮你贴好底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这个已经穿过了，有一些这个伤痕在上面。我个人是更喜欢黑色这一双，然后 Henry 的是棕色，正好我们俩就是有2个颜色，也挺好的。我觉得它很百搭，整个鞋身没有任何的 logo， 然后加上鳗鱼皮的这个 texture 又比较特别一点。就是虽然是一双看似普通的黑色的皮鞋，但是它又有一些小的巧思在里面。对我来说，也是一个会穿很久的一双鞋。我甚至觉得它是就是很值得多买几双囤着那种，就是不会过时啊，而且它很好穿。总之这个鞋型我觉得就是非常好看的一双鞋。我看到你们跟我说想让我出鞋呀，还有毛衣、大衣这种怎么护理这些衣物，等我总结一下吧，因为我感觉我也没有特别去护理，但等我总结一下，我看我有没有做什么小细节是导致我能把这些东西保养的比较好。接下来呢，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补货的一些美妆产品，因为我化妆品我就是用完了然后去买新的，我不会囤化妆品。最近我就是眼线笔、睫毛膏什么的，就是弹尽粮绝的一个状态，所以我就补货了这一个Chanel的睫毛膏。我之前在希腊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这一支，挺好用的。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睫毛膏，就是它是比较长，然后比较细腻，不容易结块的那种。开口方式我还跟 Henry 展示，我说你看这个睫毛膏是这样子弹开的，他说哦，那跟普通的那种有什么区别呢？反正这直男是永远都不会理解，就是这种化妆品带给我们的快乐的。接下来呢，是我新买的一支口红，因为我想要找一个裸色日常的那种颜色，然后我就是买了这一支 NARS 的，它是那种比较滋润的材质，然后大家看它这个颜色就是很裸的那种，就现在嘴上涂的这一支，它有一点点橘色调在里面。我的口红就是有橘色调或者是有紫色调都是 OK 的，但是我不能涂那种特别粉，就有点荧光粉的那种色调，就会显得很奇怪。我自己感觉我也是比较适合涂稍微没那么红唇的一些口红，叫偏裸色的。接下来呢是这一支迪奥的眼线笔，它叫24H Stylo， 它就是一支眼线胶笔。然后我买的这支色号叫 Matte Brown 781这个色号，然后这个色号我觉得就是比较稍微柔和一点。我以前用黑色的眼线笔比较多，但我最近很喜欢棕色的眼线笔，因为我觉得它涂在眼尾就会更加的柔和，然后就显得不会那么锋利的感觉，能让你的眼神变得稍微柔一点，我觉得也比较好去做一些晕染。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这种晕染头，但是这个晕染头倒是我没有怎么用，因为就是我觉得它有点硬硬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用，可能是因为我不会。然后它的笔头是这种，这样打开，反正就是一支棕色的眼线笔，我也很喜欢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这个巴黎购物分享，然后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，拜拜。